王先生，你在家吗？那个第三分局正义派出所的警员送通知书要来给你。由于前一天5月1日还在交通部陈抗与高工局陈情，忙得不可开交。回到台中早已是深夜，简单整理一下东西，洗个澡就直接睡了。5月2日的早上8点，一通电话打扰了我睡梦中的宁静。来电的是我们这栋大楼的管理员，但是通话内容异常的可疑。我这边明明是1分局西区派出所的辖区，怎么会是3分局的正义所来送通知书？而且通知书多半是以挂号的方式寄送。虽然内心有所存疑，但在传了个讯息告知伙伴这个可疑的事情之后，还是决定下楼应门。电梯门一打开，门外不是往常所见到，一眼望去即可看到车水马龙的上班车流。迎接我的也不是亲切的管理员，站在门外的是4名人高马大的壮汉，无一例外都穿着全身装备，背心上写的清清楚楚的2个字：刑警。在经过短暂的沉淀，眼前的画面瞬间唤醒了我的大脑。还不用看到那些东西，我也已经知道接下来我要面对的是什么了。或许是对于刑事流程想要更清楚的了解，又或许是因为这么难得的经验不好好看清楚，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还是请他们让我仔细看清楚刑事程序上必须要有的拘票、搜索票的所有内容，以及确认所有刑警的警察证。那个画面还真的跟各种侦探剧、警探片一样，刑警就好像是依照惯例一样，拿出2折的证件套，透过重力甩开后，可以清晰的看到警徽跟警察证。虽然体验了一把只有在电视里面会看到的画面，但这次我是被逮捕的那一个。确认完所有票证都合法之后，我被要求交出身上的手机以及所有的通讯设备。从这一刻起，我不再能获取任何资讯，也无法再与任何人取得联络。虽然说还没有戴上手铐，但原则上我已经失去自由。被4名壮汉押送着搭乘电梯来到我的住处，打开房门，每次都会来应门迎接的台主，这次似乎是知道出事了，蜷缩在角落不敢发出一点骚动。只能瞪大眼睛看着4位刑警翻箱倒柜。搜索票上面记载要查扣的东西有：当时骑上国道10号的作案工具大型重型机车，车号 LXX0000，手机以及随身携带物品，就这3项。结果最先被查扣的是我工作上最重要的东西——电脑主机。询问为何要查扣搜索票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刑警只有回说这是上头交办要扣的。虽然程序上有点问题，但在这里为难这些奉命行事的基层，对我的现状一点帮助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做出反抗，也没办法在当下做出反抗。或许是压抑太久，开始有些放松，又或是我压根没有特别紧张，早已轻松面对眼前的现状。对于早上8点刚起床的我来说，肠胃总算是赖床结束，开始工作了。明明家中还有4名壮汉在翻箱倒柜，而我却忍不住变异，只好向刑警们说我想大便。没办法，人有不可抵抗的3级，即便是被拘提的状态，该排放的还是得排放。但刑警接下来要求虽然不是不能理解，但实在是难以适应。要知道搜索的过程，刑警可不是只有翻箱倒柜的工作，录影搜证也是工作的一环，尤其是被拘提人跟翻箱倒柜的过程。而且拘提的全程，一直到检察官问完话后，交保请回或无保请回之前，被拘提人都是不可以无人看管的。即便允许我拉屎，但我不能关闭厕所门，而且这个过程还是得被刑警的录影机全程搜证。好在经过一番交涉，他们允许我门关一半，就这样顺利的解决了内急。上完厕所之后，刑警们也差不多把电脑相关的物品都查扣完了，接下来要把整个房间都翻过来，防止遗漏可疑物品。这个过程还找到很多我本来以为已经遗失的东西，还真是多亏搜索票，才得以让这些物品重见天日。不过有些东西嘛，毕竟是黄金单身男子汉的独居房间。在搜索完整个房间之后，遭到扣押的物品有手机2台、电脑主机1台、外接硬碟1台、笔记型电脑1台、记忆卡9张。少了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我直接没有办法做任何工作了。频道影片的素材我都是亲自现场拍摄，很多画面都是经年累月收集而来。少了这些素材，将会大大增加我后续制作影片的困难程度。连本行工作的工业软体也全都在笔记型电脑里面。没了笔记型电脑，我连最基本的维护客户生产线的软体都办不到。这所有的东西在案件结束之前都将无法使用。更让我感到不开心的是，有一只手机还是我刚买的，分期付款还在缴
难道这就是车贷还没缴清就撞到全毁不能用的感觉吗？这天到底是要体验多少从未体验过的感受？经过了2个小时的搜索，现在时间10点1分。虽然知道如果没有被羁押，24小时内就会被释放，但我还是担心在经过这么大的骚动之后，独自在家的台主会不会有什么状况。询问刑警是否可以让我打开监视器，以便在台主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厘清他出现过什么反应。然后就是开头看到的画面，人生第一次被上铐带走。虽然我不觉得盖外套可以掩饰什么，路上看到一群穿刑警制服的警察拉着一个手盖外套的人，谁会不知道是被上铐的人呢？不过他们要求我拿外套盖着，反正就照做。刑警们大包小包扛着扣押品下楼，其中一人先行离开，去把停在远处的侦防车开过来。就我最轻松，什么都不用拿，连走路都有人牵着。被押上车之后，他们要买点东西在车上吃，问我早餐要吃什么。说实在，现在的我什么都吃不下，别说饥饿的感觉，连把食物放进嘴里都有点抗拒。不过目的地是高雄，考量到几个小时的车程，还是请他们买巧克力给我，就这样拿到了2条士力架的巧克力。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上车，我坐在后座中间的位置，左右两边也都有刑警押送。即便不舒服也没有办法，但至少给我系个安全带吧。车辆行驶过程中还一直出现各种违规，路边骑士不打方向灯，跨越双黄线，右转不先驶入右侧车道，但用左转专用道直行。要不是我早就确认过驾驶的警察证，仅凭驾驶方式来看，还以为是哪个没考过驾照的一般民众。为了我的安全，我委婉地向他们说明各种交通规则，至少在车上是有说有笑的。驾驶也愿意改善一下他不停违规的行驶方式。也确实有很多规则他原本并不知道，像是要右转的时候可以行驶慢车道或机车优先道。离开平面道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上，忽然觉得前面的那些违规根本只是小儿科。这一台车上载满5人的5人座小客车，在高速公路上稳定维持着时速160到180奔驰。如果说没有什么其他车辆，或是大家都是这么快，速差不高就算了。当时虽然没有到塞车，但也不是没有车，绝对不是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行驶的车流。更何况他们连安全距离也没有在保持，变换车道那更是方向灯会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才顺便打，而且车顶也没有警示灯，车身也没有侦防车标志。从外观来看，就是一台严重超速的一般双 B 民用车。没系安全带的我也只能祈祷不要出事。不过往好处想，我现在坐的是一辆绝对不怕被逼车拦车的车辆呢。就在车辆维持着时速180公里，经过第一支固定车速照相的时候，我好奇地提出问题：你们这样不会收到罚单吗？他们回复是说，一般看到是自己人会直接抽掉罚单，不过有时候在不同辖区被拍到，还是有可能收到罚单。所以你各位注意啊，以后路上看到不怕测速、高速冲过去的，有可能就是正在押送人犯执行任务的侦防车哦。在经过了不知道多久，车辆来到了国道第5公路警察大队。跟通哥的全程戴手铐不一样，我是在进到刑事组里面后就得以解开手铐。一进到刑事组，第一件事就是压指纹、拍照片，就真的跟电影演的一样，背景有个身高标尺，只差我没有穿着囚犯服装。登记完资料之后，我要求要请律师，不过我没有任何律师的资料在身边，手机也不能还给我，让我查手机号码。警察只能借我他们的手机，上网搜寻到了新人零死亡推动联盟理事长陈凯宁的手机，打电话给他，请他帮我联络罗伊，并帮助我找律师协助。我知道律师费用不便宜，而且身材工具才刚被扣走，还要负担高额的律师费用，实在是千百个不愿意。但又担心我在整个具体流程中没有律师陪同，会不会犯一些一般人不会知道的错误，导致后续侦查、审判程序令我陷入难以挽回的不利情形，也只好钱包捏紧，硬着头皮请律师到场。律师到场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分析与讨论后，马上就做完警询笔录了。不过检察官那边表示他还要进行复讯，所以我还没办法离开，只能继续待在刑事组等待检察官传唤。没有手机，也不能看电视，只能干等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虽然非常无聊，不过这也借机验证了我似乎不是那种没有手机就会焦虑的人。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有4到5个小时，终于可以离开刑事组了。重新戴上手铐，上了车，目的地是桥头地检署，名副其实的传到桥头。押送车开进桥头地检署的地下室，厚重的混凝土大门，铁栏杆围起的观景窗。与我熟悉的地检署不同，地下室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处处充斥着关押人犯用途的设计。内部的中心是一个监控台，周围的小黑屋呈现扇形，这让监控台一眼望去就可以看清所有人都在做些什么。被关进小黑屋之后，在检察官传唤之前，就只能待在这里漫长的等待。小黑屋的环境虽然没有到脏乱不堪，但也不会是让你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
地板就先不说，可以坐着的地方只是混凝土简单砌成的座椅，非常不舒服，难以久坐。充当靠背的墙面更是难以令人放松，整面墙面的白色油漆更是凸显出这3条深黑色的污渍有多恶心。这3条污渍分别是坐着的时候会靠在墙上的屁股、肩膀跟后脑勺，不只是触觉跟视觉的折磨，连嗅觉也无法避免。小黑屋的厕所就只是一个2阶梯的高台，没有任何间隔或遮挡，还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就算你可以扛住触觉、视觉、嗅觉的折磨，想要闭目养神也难以达成。小黑屋唯一的窗户外面也是深邃的走廊，不知道去往哪里的大钢门，以及亮到有点过头的探照灯。这让我即便在最不亮的位置闭上眼睛，都觉得自己是不是正在被手电筒照着眼球，确认是否生还。跟我在同一间小黑屋的另外还有5名男子，或许大家都想缓解一下，聊聊天也能加速时间流逝的体感。他们聊到各自都是什么原因进来，除了其中一位我记得是打人被抓以外，其他4人都是酒驾遇到临检抓进来。当他们问到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我骑重机上国道，问我的人直接表情大变。你安尼袂用哦，你这一定公共危险哦，你是不爱命你啊！基于不想在小黑屋内起争议，我简单嘿呀糊弄过去之后，就不打算再与之交谈。被酒驾说骑车上国道很危险，这到底是哪个未开发地区的笑话？就在同居的5名男子一个接着一个被传唤出去之后，只剩我还在小黑屋里面。这时候终于看到通哥也被带进来，虽然我们无法交谈，也被分别关在不同的小黑屋，不过看到通哥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安心了不少。结果相比等待了好几个小时的我，通哥倒是一关进来没多久就被传唤去见检察官了。在通哥被传唤之后，又过了大约1-2个小时，看到通哥回到这个空间，我知道差不多该轮到我了。检察官复讯的内容基本上跟通哥这支影片里面差不多。我这边一开始，检察官就拿着手机给我看基促会的贴文，大声斥责的说，这次拘提跟5月1日的陈抗没有关系，这则贴文会对我非常不利。我10几个小时前就被扣押手机，无法跟任何人联系，基促会的发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之后检察官拿出我在1月13日的直播封面，上国道返乡投票，拒绝脱掉，要拦就来，问我当天有没有上国道，我说有。随后又问我从哪里上去的，我说我从台北转运站搭客运上国道。这时候检察官又大声斥责，我是说你有没有骑车上国道。过程中最令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关于上货犯罪的部分。检察官问我有没有要招呼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我当然是说没有。实际上我也确实从来没有招呼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过。检察官又再问我一次，你有没有要叫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我很肯定的说我没有任何明示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结果检察官说，你制作这些影片就算没有明示，也有要暗示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太厉害了，那这样我是不是拍一张国道的照片就是暗示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我戴安全帽在服务区自拍就是暗示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我在日本骑车上国道就是暗示大家一起骑车上国道。然后检察官开始翻找我的手机，本来还没什么感觉，但忽然想起来我的手机里面有很糟糕的照片，顿时紧张了起来，生怕那张照片被检察官看到。就在被拘提的前几天，我因为不明原因感觉到那边有些疼痛不适，为了确认有无大碍，于是我拿起手机朝那边拍了几张照片，确认只是一般的破皮，可能是抓痒抓破的，只是位置有点深入，所以也顺便拍到了然后照片没有删，手机就被扣走了。要是检察官翻到那张照片，我就是屁眼被看光光的猫头鹰了。也不知道检察官有没有看到，翻了没多久，应该是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该问的都问完了之后，我获得了无保请回。当下已经过了午夜12点，想必周边已经没有任何大众运输可以搭乘。身无分文的我更是没有手段可以回家。询问检察官可否发还手机，供我联络家人，但检察官不同意，手机是证物，不能发还。我又问了检察官可否借我1点现金，供我搭计程车回到住处。于是检察官自掏腰包拿出3000元现金，让我不用露宿桥头，真的是非常感谢检察官。不过后面想想，通勤者之歌是2万元交保，而我则像是领了3000元出席费，算上我赚到2条私立假，少吃了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在国武队吃了点东西，还真的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离开了小黑屋，出了地检署，重新回到室外，呼吸着外面的空气。只不过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很难再把这个国家的空气认为是自由的空气了，还不如在中油买瓶去自由来闻闻，这也是自由的空气。在地检署外围跟律师讨论后续处理方向，并把今天的费用结清，一共支付了42000元，这还是有打折并且少算了一点时间的了。
在门外等我的除了律师，还有一位高雄的粉丝。很抱歉，我当天已经非常疲惫，也没有询问身份。我不确定你是谁，但我也非常感谢你在地检署外面等我，让我一离开冰冷的小黑屋就能感受到温暖。跟律师借了手机，与家人联络，告知我目前的情况。本来以为会得到一顿责骂，没想到我得到的是一句温暖的“先回家吧，我们等你”。在高雄老家安心的睡了一晚，时间也只不过是来到了5月3号。总觉得昨天一天似乎经过了超过48小时。先回到台中住处安顿台主之后，马上又出门去到电信公司申办新的信卡，买了一支便宜的手机，重新与外界取得联系。回到家中，赶紧与伙伴们商讨对策，一边着手准备晚上的直播，一边统计目前的必要花费。被扣押走的东西原则上都是必需品，等不了案件侦结、证据发还，必须马上购买新品或是替代品。再加上已经缴出去的律师费用以及后续侦查阶段的委任律师费，这次具体所造成的花费来到了可怕的27万。Andy 后，感谢你6590 YT 上线只能6590，先这样，感谢你，非常大一包，谢谢，太感谢了。在直播的过程中，收到了非常多的支持、祝福，以及对司法这种作为感到愤愤不平的声音，让我感受到我们团结在一起。就连经历过戒严时期的我父母，尤其在我做交通议题的时候，总是会劝我说别跟政府作对的母亲。这些也完全无法接受司法大动作具体扣押生财工具的行为，仅仅是因为把摩托车骑上高速公路。在我讲述我所面临的困境时，真的是完全没有想过，我竟然可以在自己的直播中看到不停涌出感谢不完的抖内瀑布，而且还有非常多的红砖抖内，并且在我开始征求捐款之后，收到了来自200多位粉丝的支持。如此多的支持者都希望我别在这里倒下，并帮助我解决燃眉之急。有了这些坚实的后盾，让我不再担心没有着落的律师费，以及不知何时才能存够钱买回足够的设备重启频道。本来都做好准备，可能好几个月都无法制作影片，直播标题都写无限期停更了，结果停更当天直接宣布复更。就连我的老板 Chip 也在知道我的情况之后，直接送我一台2手主机，说这台主机给你，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帮我剪影片了。在透过通哥的委任律师张律师的推荐之后，我这边决定委任新安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新安律师。黄律师所撰写的答辩书虽然没有张律师写的那么精彩，但我觉得黄律师的撰写方向比较符合我所期待。鉴于检察官在复讯侦查庭上前半段虽然有些激烈言辞，但后半段情绪有放缓，甚至还有表示说非常认同我教大家这些事故调查、交通规则、改善设计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并且没有要求我交保，甚至还自掏腰包让我有钱搭车回家。或许对检察官来说，我的印象并没有那么糟，而且屁眼也被看光了。所以比起通哥那边强硬的答辩书，黄律师为我撰写了一份比较偏软性的答辩。当然答辩方向还是做不起诉答辩。时间转眼经过了半年，在这段期间，我由于被具体的阴影导致晚上无法入眠，门外只要稍有一丝动静，就连电梯的开门声都会被我放大成无限的恐惧。路上遇到身穿警察制服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得比通缉犯还要紧张，还曾经得靠精神科药物来度过。我的好朋友希望我的症状可以缓解，与我一起安排了一场日本旅游，时间定在11月18日到11月25日。也确实因为这次的旅行预定，又或许是对于可以短暂离开这个交通恶劣的环境，我的不适情况有所缓解。但好巧不巧，这时候通哥说他收到了传票，要去到桥头地检署开庭，而且日期不偏不倚的就定在11月18日。我心想，如果检察官对我们恨之入骨，有没有可能会利用这种方式让我的这趟旅行化为泡影，而我所加保的旅平险也不赔偿自己因为被告而遭传唤的情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日子总算是来到了11月17日，至此为止都没有收到属于我的传票，心中怀着的一颗大石总算得以卸下。看来这次的侦查庭被传唤的只有通勤者之歌，而我也在18日当天顺利的出境，乘坐飞机前往日本。通哥则是搭乘高铁去到高雄接受传唤。出国的当天晚上就收到消息表示案件应该是蛮乐观的，这也让我得以在这趟旅途更可以放松身心，全心全意的在当地考察日本的驾训制度。不过在收到确定的书状之前，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时间来到12月17日，我还在忙碌的用我从日本带回来的素材制作下一支影片时，这时候收到黄律师传来的讯息，告知我获得了不起诉处分，附上 PDF 电子档。长达超过半年的恐惧与压抑，这个讯息宛如在暴风过境之后从乌云之间照亮大地的阳光，那是多么的闪耀又多么温暖的一份救赎。放下手边的工作，翻开不起诉处分书，在3个被提告的罪名：散户犯罪、公共危险、妨碍公务中，
跟通哥的散货犯罪职权不起诉，其他2项罪证不足不起诉相比，我则是这3项都是罪证不足不起诉。这是否证明了我至今为止所有的影片不止没有明示教大家骑车上国道，也没有任何暗示大家骑车上国道？又或是检察官对我的印象比较好，所以给我3个罪证不足不起诉？在收到不起诉处分书之后，黄律师马上就向书记官提出证据发还。过没多久就收到了检察官扣押物品处分命令，发还所有扣押证物，安排时间回到高雄见到家人。可以看得出，时至今日，他们还是对我所面临的遭遇感到不舍。不过这些都过去了，今天我是来为整件事情画下句号的。要带回来的东西非常多，已经不是骑车可以承载。我透过 Iron 租赁了一台小客车，起租之前都要拍摄车辆外观，确认没有问题才开始租约。这算是没有问题吗？依照流程拍照存证之后，发车前往橋頭地检署。与去年被传到桥头不同，这次是我自己动身前往。ほう、向かってくるのか。逃げずにこのディオに近づいてくるのか。不知道是不是外观的关系，加上租赁车的加持，路上的车辆似乎都刻意与我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来到了地检署，拿着通哥的委任状，我到政务库向工作人员表示要取回扣押品。没想到得到的回复是，不知道检察官有没有准许带领证物。原来证物就算所有人委任他人带领，也不能单方面将发还的证物领回，还得要检察官同意。政务库的人亲自跑了一趟去找检察官确认，回来之后表示检察官准我带领，不过东西有点多，可以借我推车使用。在一件一件点交物品确认没有问题，与名单上的项目数量匹配之后，正准备离开的我，眼角余光瞄到那位跑去找检察官确认的人，正在演示给他的同事看。我刚刚去找检座，他说发，赶快发，没什么好确认的。不知道是怕耽误我一点时间，希望赶快结束这件事情，还是扣押的证物里有什么可怕的照片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被扣押的所有证物，除了当时还在分期付款的手机以外，所有证物袋的一次性封装都还完好无缺，外包装也都完整无破损，代表这些东西完全没有被打开过，真是令人怀疑当时查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带着2人份的证物回到租赁车上，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放上车之后，归还推车，再次跟这个地方道别。看着导航，驾驶着车准备回到高雄老家的路上，突然想起来等等似乎会经过国道10号，顿时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再回到一切故事发生的起点，旗山麦当劳前面的停车格，停好车辆，拍了一张自拍照，回到当时的起点，来为这个故事引来终结。半年来的煎熬在此烟消云散，曾经失去的东西如今回到身边，一切都回到原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但这个故事会永远刻画在历史上，成为台湾不论是交通史上还是司法上一个非比寻常的历史。接着继续驱车返家，再次行驶与当时一模一样的行驶路线，从同一个匝道进入国道10号，全程保持车速，维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变换车道前使用方向灯，并注意与他车的距离，再变换车道。这些行为在我们的交通工具从自小客车变成大型重机也不会改变。但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好几台红斑马把我团团包围，也没有数十位国道警察管制现场，更没有拖吊车来强制拖掉我所驾驶的车辆。当我驾驶的是大型重机时，我就是穷凶恶极的重大罪犯，要派出大量警力与多辆警车，甚至还要事后大动作的未经传唤直接拘提，扣押我所有生财工具，让你在陈抗的后续产生难以负担的成本。而当我驾驶的是自小客车，即便我的行驶态样极端的恶劣，制造大量危险行径，甚至是法律明定必须强制拖掉的违规项目，都能得到警方的全面协助，帮助你顾好后方，好让你的朋友送油过来，生怕你在等朋友来到之前就先被后车追撞，或是你的车辆早已严重毁损不堪，随时有零件脱落的危险，也能得到警方的全面协助，帮助你驶离高速公路。有一部自小客沿途山路拦查该车，经询问该民众表示，系因发生事故，后车尾遭受撞击损坏，为维护国道行车安全，护送该车行驶下台76线。换了车种就换了脑袋，却不知道这些交通工具都是人在操驾。原本穷凶恶极的重大罪犯，今天换了一个交通工具，就是行驶国道完全没有问题的优良驾驶。这个国家在交通上的逻辑根本有病。回到高雄老家，归还租赁车，把所有的东西都扛上楼，看着在家中等待的母亲，沉默了几秒，回想了这段时间的种种。在你最艰难的一刻，最挺你的永远是你的家人。想了想，我这么跟父母说：我回来了，
都结束了。